那男子不假思索，伸手触碰了眼前的美人鱼雕像，出乎意料的发现是一个活人。尴尬的局面随之而来，双方目光交汇，旁观者开始哄笑，男子却依旧不愿撤手。美人鱼保持着职业素养，纹丝不动。片刻后，美人鱼变成了白衣少女，径直上前扇了男子2巴掌。男子颜面扫地，但被少女的灿烂飒爽所吸引，心生不轨，不顾一切的追求少女，竟然赢得了她的心。然而相处未久，男子露出了真面目，得悉女子怀孕，不听她的恳求，强行将她送入手术室。8年后，一群顽童居然在医院走廊踢起球来，护士追赶却总是慢一步，直至家长及时赶到，领走了那个小头目女孩，这才未酿大祸。但无人对她指责，她饱受急性白血病折磨，急需合适的骨髓移植，否则日子不多。于是女孩的母亲徐仁惠寻找到了女孩的亲生父亲张泰山，希望他进行配型检测。张泰山得知徐仁惠隐瞒未告而独自抚养孩子，感到十分愤怒。徐仁惠留下了一张纸条，打算默默离开。张泰山冲出门外，仍旧唠唠叨叨。仁惠终于无法忍受内心的委屈，这么多年来忍受了无数的痛苦，从未想过去找张泰山。若非是为了救救自己的女儿，他愿意一辈子都不再见那个男人。张泰山晚上回到家，满脑子都是回忆，这些年来一事无成，成为了个游手好闲的混混，还替老板背了黑锅。2度入狱经历，所以老板托他管理了一家当铺，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生活的迷迷糊糊。想起当年对仁惠的绝情，心里不免感到内疚，于是按照便条上的地址，他准时到达医院，接受了配型检测。仁惠对张泰山说，配型结果出来会第一时间告诉他，随后转身就离开，并没有打算让他见上一面女儿。张泰山没什么可说的，失望的在走廊里行走，忽然被一个足球击中，他弯腰捡起足球递给小女孩，出乎意料的是，小女孩竟然开口了。张泰山顿时愣住，望着小女孩脸上纯真的笑容，他似乎有所领悟，慌乱的连话都说不利索，匆忙转身离去。走到角落，他停下了步伐，回过头，没想到小女孩跟了上来。张泰山感到非常惊讶，小女孩急忙走上前解释，张泰山竟哑口无言，只得随口编造借口敷衍了事。然而小女孩的内心如同澄澈的镜子，她私下隐藏着一张被妈妈撕毁的父母合影，她会在无人之时偷偷取出端详，父亲的面貌在她心中早已牢不可破。她将最珍爱的毛绒玩偶托付给张泰山保管，并约定日后归还。面对这么可爱的女儿，张泰山的心化成了软水。不久，配型检查的结果公布，一旦找到匹配者，将立刻通知张泰山赶赴医院。知悉检查结果的张泰山同样激动万分，正准备前往医院，当铺突然闯进一名女士，他急匆匆的要典当一台数码相机，张泰山连看都未看，直接将钱交给了这名女士，未加理会的将相机塞进了自己口袋。回到租住的屋子，匆匆忙忙的脱下衣物沐浴，整理得干净利落。到达医院，与医生确认了手术时间，就在2周之后。医生还特别叮嘱在这2周内避免任何伤害与感染。出门后，他被告知手术前1日将接到提醒电话。张泰山强调无需提醒，即便自己生活的再杂乱，也绝不会忘记关于孩子的事，不管遇到何种困难，他都会守时赴约。张泰山独自一人行走在街道上，取出女儿的绒毛玩偶，顿觉生活重新焕发意义。他返回到典当行，其中2位员工告诉他，那位经常来当物品的迷妹打过电话来，提到自己陷入麻烦，特别指明要张泰山前来帮忙。张泰山对此感到疑惑，不解为何迷妹特别点名他，但回忆迷妹为了一件频繁来店里当东西，这份难以抗拒的魅力，他决定还是去一趟。那时他尚未意识到自己正步入一个庞大的骗局。他抵达迷妹的住所，连续敲门却无人回应，于是他便自行打开门进入，刚踏入门槛便遭人击昏。当他再次苏醒，发现自己躺在血泊之中，迷妹静静地躺在他旁边，已经不幸身亡，他的手中还握着一把血迹斑斑的匕首。这时门外走进2名警察，目睹了这一幕，立刻逮捕了张泰山。这名男子从昏厥中恢复意识，身旁的迷妹已倒在血泊之中。2位警察接到消息后迅速赶到，尽管张泰山急切解释，却仍被迫压制在地，被带至警局。张泰山向侦办警员陈述，是因为接到典当行员工的通知才前往迷妹的家。警方的调查显示，迷妹是在他返回典当行期间遭遇不幸身亡，而当警方找到那2位员工时，他们坚称张泰山没有回过当铺一趟，那时候他的去向成谜，案发现场的指纹、武器、血迹等证据无一不指向张泰山，证据确凿无法辩驳。张泰山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场陷害，只有能让2个伙计铁口直断、口径一致的作伪证的，除了他们的老板文会长外别无他人。张泰山已替文会长2次冒罪入狱，他实在想不透，为何这一次他们又来找自己麻烦，且连预先通知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回他不打算顺从认罪，他心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患有白血病的女儿即将进行的手术，他是女儿唯一合适的骨髓捐献者，因此在警员面前他拒绝认罪，大声宣称自己受到陷害，
但一个有前科的小流氓的话，没人会置信。张泰山意识到，这次自己可能真的难以洗脱，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最糟的结果。在女儿手术当天，他请求检察官允许外出进行骨髓移植，但他万万没想到，半夜里竟有人试图对他下毒手。幸亏他及时察觉，挣扎中侥幸逃过一劫。看守员被惊动赶到，见到两人混战，断定是张泰山挑起的争端，将他单独关押。他更加困惑不解，他已经背了黑锅，为何还有人要对他封口？虽然张泰山始终未认罪，但证据如山，警方决定将他移交处理。就在他们转运的路上，一个快车突然冲进路口，引起了一片交通大乱。押解的警车不幸被撞翻，所有押解人员都晕了过去。张泰山清醒过来，一头雾水。他脑子里闪过在监狱里被人陷害的场景，以及那个迫切需要他骨髓的女儿，意识到在监狱里难逃一劫。他若是出了事，女儿也必将无法生还。他决心要逃出升天，这或许是他和女儿唯一的机会。他挣扎着从警车爬出，扶起一辆摔倒的摩托，骑上他逃离了事故现场。就在此时，一名女性急匆匆赶到警局，她是检察官朴哉金。她来这是因为小迷妹的死。小迷妹的身份复杂非凡，她是朴哉金挚爱的好友。几个月前，在朴哉金的指示下，小迷妹接近了文会长，目的是为了抓住他的罪行证据，重点是揭露文会长背后的幕后黑手。文会长果然上了钩，他对这个表面呆傻的小迷妹情有独钟。小迷妹很快赢得了文会长的信任，甚至把一些关键的会议都安排在了他的住所。就在今天，他们关注的目标赵议员终于露面了。小迷妹启动了预先藏好的摄像机，把他们密谋的对话全都录了下来。但赵议员在离开时，敏感地感觉到了小迷妹的不对劲。第二天，小迷妹惊觉自己被人跟踪，她感到自己的身份快要暴露了。她急忙联系了朴哉金，朴哉金恰巧出国公干，无法取得联系，只得拨打给检察厅的他留下口信。小迷妹感到特别的无助，清楚自己正处在危险之中，相机中辛苦录制的关键视频绝不能遗失，急中生智。小迷妹把相机托付给心仪已久的张泰山，随即匆忙整理行李准备逃离，但未及出门便被文会长截住。因为其打往检察厅的电话遭到窃听，卧底身份全然曝光。赵议员获悉后大为震怒，因为曾与小迷妹见过面，遂下令文会长将其除去。文会长对面前这个自己钟情的女子竟是卧底一事感到极度愤怒，更加激怒的是，小迷妹的心意居然落在了张泰山这个小流氓上，决定下狠手，无情地结束了小迷妹的生命，并指示手下布局栽赃张泰山。文会长的这番作为使得赵议员大为不快。此次的事件与先前让张泰山替罪的2次不同，罪行相对较轻，张泰山必不会善罢甘休。如果张泰山走投无路，泄露出文会长过去的种种，他们必将面临最为严峻的调查，届时可能破坏他们的秘密计划。因此，赵议员暗示在张泰山开口之前，必须迅速将其除掉。但他们未曾预料到的是，张泰山不止避开了他们的案件，甚至从警察的包围中逃了出来。张泰山骑着摩托车疾驰而去，抬眼间瞥见路上凌厉的监控镜头，明白单纯逃跑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故作停车于路旁，吸引行人的目光盗取，以此迷惑警方的追踪。随后悄然钻入一辆运送水果的货车，借助货车悄然离开了市区。朴哉金处于围困之中，作为追捕张泰山的主要搜查官，他们仍旧在市中心布下网，展开了精密的搜索。然而他们不知道，张泰山已经逃至城郊的农村，在一处工作室偷得一台电锯，经过多次尝试，最终解开了手铐。朴哉金凝视着小迷妹的遗体，无比悲痛，意外地在小迷妹的内衣中发现了相机典当的票据。显然相机并未落入文会长的手中，他急忙前往当铺试图取回相机，却在整个仓库一无所获。当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笔业务是张泰山处理的。苦哉惊恐万分，心想一切都完了。张泰山是文会长的爪牙，肯定是小迷妹将相机典当给了他，才导致身份曝光。相机很可能已经落入文会长手中。文会长还承诺给予张泰山厚报，指使他杀害小迷妹。但细思极恐，张泰山似乎并无任何理由去犯下如此大罪。因张泰山并无家室，无论多大的诱力，他都无法逃脱，终身监禁无法享受。事情背后必有蹊跷，唯有找到张泰山，才能揭开所有谜团。与此同时，文会长也接到了典当行伙计传来的消息，才知晓还有一台相机尚未被发现，顿感焦急，马上指派其最可靠的助手小金，务必要在警察之前找到张泰山，并取回那台相机。警方通过内部消息，锁定了张泰山藏身的郊外小村，正组织大量警力前往捕捉。张泰山藏匿在一位老妇人的小屋中，饥饿难耐，广播中仍在不停播报，通知此地有逃犯潜入。门外的老妇人正试图捉一只母鸡，却一直未能成功。张泰山帮助老妇人成功捕捉到母鸡，作为感谢，老妇人邀请他享用了丰盛的一餐。这时村长意外造访，张泰山知道自己能骗过老妇人，却骗不过其他人，他立即逃离，直奔深山。不久，警方得到线索，大量警力在山边集结，展开地毯式搜捕。张泰山拼命奔跑，
傍晚时分，最终被搜查队伍发现，他被逼入了一个山谷，不顾一切的狂奔，头也不回的飞跑。面对前方的封锁以及身后的追兵，逃跑的空间越来越狭窄，似乎已无法逃脱。张泰山吓得瘫坐在地，掏出女儿赠送的绒毛玩偶，泣不成声，仰望天空祈求救赎。远方突然传来一阵接二连三的爆炸声，搜山警察纷纷被那声音吸引。虽然原因不明，但他看到了逃跑的机会。他再次启动了他的奔跑模式，但世间的幸运岂是那么容易的来？正当他奔跑时，一个黑影突如其来，一脚将他绊倒在地，随即一把冷冽的小刀顶在了他的喉咙上。那人冷淡地说出3个字。张泰山一头雾水。小金再次催促他交出那个小迷妹的相机，这提醒了张泰山那台小迷妹给的相机，但他并未作声，只是手伸向裤兜。小金误以为相机在裤兜中，便让小刀顺势往下。张泰山借此机会进行反击，但他根本不是小金的对手，遭到一顿痛打无力反抗，他仍旧不甘示弱，被小金狠狠掐住喉咙，动弹不得。在这紧急关头，张泰山紧握住小金的衣角，借助自己的体重，把小金摔下了旁边的斜坡。张泰山又一次逃脱了，他找到了路旁，在警车内找到青年会志愿者的衣物，换上衣服，伪装成搜索志愿者，搭上了一辆离去的公交车。他抵达了一个小村庄，悄无声息地进入了一家只有母女2人的家中，将2人捆绑起来，开始狼吞虎咽。母亲对张泰山的安全忧心忡忡，担心他对穿着睡衣的女儿起歹念。张泰山立刻递给他们2件衣物。他突然意识到脖子上的伤口，忧虑伤口可能会感染，可能会影响到女儿的手术。他急忙洗了洗伤口，向房东借了些药膏敷上。正在这关键时刻，搜查人员来敲门了。不一会儿，小女孩就去开了门。她并没有泄露张泰山的藏身之处，因为张泰山就藏在屋里，正在挟持他的妈妈。夜深了，张泰山靠在墙角，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患病的女儿。第2天，他在电视上忽然看到了自己杀人潜逃的报道，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塌，女儿那一线生命的希望，转眼间令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更让人心痛的是，女儿已经开始了接受骨髓移植前的各项准备，每日都在承受化疗的折磨。如果错过了移植手术的时间，女儿可能就真的会离他远去，连一丝等待的希望都没有了。想到这一切，看着女儿承受的苦痛，他终于忍不住大声地哭泣起来。聪明的女儿还在安慰妈妈，这让他心痛得更加剧烈。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竟是张泰山打来的。张泰山已经换了装扮返回城中，他赶忙跑到楼外，情绪激动难以自抑，愤怒地斥责张泰山丧尽天良，不但杀害了无辜，甚至连自己女儿的生死都不顾，更别提8年前他对母女俩的遗弃。所有怒火在这一刻全都爆发了。张泰山感到极度委屈，然而他现在不能采纳仁惠的建议去自首，向仁惠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嘱咐仁惠对外人保密他们之间的联系，坚信自己能找到洗清罪名的证据，承诺按期为女儿进行移植手术。关键的证据无疑是小迷妹赠予的临终遗物，那台相机。他回忆起把相机带回家的情景，随后被室友借去使用，于是他立刻联络了室友，约定在家中见面。未料到室友已受警方监视，张泰山夜里悄然返回住处，进门便发现室友惨遭杀害。小金暗藏一隅准备现身，却听见外面有脚步声靠近，他再次隐匿起来。张泰山同样听到了响动，猛冲出门，与伏击的警员不期而遇。这位被陷害的男子原本只想寻找室友，取回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相机，却目睹了室友的遇害现场。他匆忙逃出现场，在门口，不料与来捕捉他的警员相撞，2人目光交锋，警员的枪械不慎落地。张泰山迅速用脚将枪踢远，转身就逃，警员紧追不放。屋檐上的刺客小金也在暗中尾随。警员追至一个交叉口，张泰山已消失无踪。他准备检查一旁的垃圾车，一道黑影突然从后方窜出，他立刻追赶，不久又失去了追踪目标。小金从围墙跃下逃走，返回那辆废弃的垃圾车旁，掏出短刀攀上了车身，开始在垃圾中搜寻。张泰山藏在垃圾中不停颤抖，正当小金即将把他翻找出来时，几位环卫工人赶来了，质疑小金为何翻动他们的垃圾车。一个警员助理也跟着赶到现场。小金一见情势，迅速逃之夭夭。经办此案的检察官普哉接到通知，也赶往了现场，对杀害室友的指控不出所料又加诸张泰山头上。那条关键线索不翼而飞，普哉检察官勃然大怒，责备警员林承佑为请求支援，擅作主张行动。林承佑的上司出面为他辩解，解释他是怕惊动敌人，结果却未如愿。但实情并非这般简单，林承佑心里有自己的盘算。2年前林承佑收到一条举报，有人深夜闯入某舞蹈学校。他推开门一探究竟，发现了什么？是带着孩子无处可去的徐仁惠，而舞蹈学校是不允许夜宿的。林承佑心生怜悯，不忍看着徐仁惠和女儿流落街头，便借用朋友的空置房屋供他们居住，还在生活上给予极大帮助。随着时间推移，2人关系日渐亲密。但在调查张泰山的电话记录时，林承佑意外发现了徐仁惠的号码，他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徐仁惠与张泰山如何产生联系。
于是向当铺的员工进行了询问，了解到之前有位女士来过寻找张泰山，根据员工的描述认出了她。林承佑确信那女子正是徐仁惠。徐仁惠曾找到张泰山之后，他女儿便找到了合适的骨髓捐赠人。他还曾试探徐仁惠，询问那捐赠者的详细情况，徐仁惠却总是以各种借口敷衍了事。回想这一切，在思考徐仁惠从不提及孩子父亲的事情，林承佑心中闪过一个他不愿承认的念头，他实在不想去相信那个温柔而贤惠的徐仁惠竟与张泰山这等人曾有过牵连。林承佑多次试图面对面询问徐仁惠，话到嘴边却总是说不出来。得知张泰山的关键信息后，他并未上报此情报，而是想亲自捉拿张泰山厘清真相。未曾想到关键线索竟然中断，让张泰山有了逃脱的机会。张泰山藏身垃圾车内，逃往了城郊。他抵达了一个因暴雨遭受大规模停电的区域，从果树上摘下一个果实，便急切地狼吞虎咽起来。这是一名冒雨赶往医院待产的孕妇，在路边不慎滑倒。张泰山自身都难以自保，本不想多事，可那孕妇凄惨的模样令人不忍。张泰山终于决定出手相助，他没有将孕妇送往医院，而是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家中。在孕妇的指点下，张泰山准备妥当接生所需的物品，按部就班地协助孕妇完成分娩。目睹孕妇分娩的艰辛，张泰山的思绪被带回到了当年送徐仁惠进手术室的那一刻的决然场景。当时的情况其实，他被迫在文会长的威胁下，无奈只得抛下母女，替老板背罪入狱。幸运的是，孕妇顺利分娩。张泰山紧抱着新生儿，那一幕让他想起女儿诞生时的情景。次日，检察官火灾金和他的团队正在审查张泰山室友之死，推断室友并非张泰山所杀，凶器上也未发现张泰山的指纹，室友是张泰山多年的挚友，张泰山没有杀害他的理由。林成却坚决地断定，凶手无疑是张泰山这个败类。线报传来，锁定了张泰山最后出现的位置，火灾金迅速带队前往，开始逐户搜查，不久便抵达了孕妇的家。孕妇得悉警察是来捉他救命恩人张泰山，他确信张泰山不是坏人，遂为张泰山开门掩护，同时告诉张泰山往山里的隐蔽洞穴逃。他却在林间迷失了方向。普灾金察觉到孕妇家的异样，返回时发现张泰山已经逃逸，他们立即深入山林追击。林承佑迅速锁定张泰山位置，紧追不舍，最终在悬崖边将张泰山逼至绝路。见张泰山拒捕，林承佑瞄准了他的下肢，却被弹弓意外击中，弹弓击中了林承佑的手，张泰山中弹坠落悬崖。警员在悬崖边围堵逃犯，本打算将逃犯的腿部击中，没想到他按下了一个弹弓，弹珠击中了他的手。被击中的张泰山从悬崖上摔了下去，直接坠入了无底的河流中。他在水下恢复了意识，忍受着剧痛努力挣扎。这时检察官急忙赶到现场，一听说张泰山落水，立刻和林承佑一同跳入水中。他誓言要将张泰山生擒活捉，而张泰山已被湍急的河流卷走到了下游。其他搜捕的警力也赶到了河岸。林承佑和朴灾金从水里浮上来，但两手空空。朴灾金怒斥林承佑，质问他为何开枪。林承佑辩称自己是严格遵守程序行事，并展示了手背上的伤口，证明有人在暗中作对。朴灾金马上下令集结人手追捕张泰山和暗中的敌人，而这一幕被躲在一旁的巧金偷听到了。张泰山终于在下游水流平缓之处找到了立足之地，被一位收拾皮划艇的老人救了上岸。老人立刻认出他是通缉犯，尽管如此，老人还是为他处理了伤口，因为老人与张泰山相识，几年前张泰山执行任务去捉拿，那时还是黑社会大佬的老人。他最终心软没有下手，放走了这位老人。老人认为自己的人情已经还清，催促张泰山这个货源快点离开。张泰山拼命逃命，只是为了给他那患有白血病的女儿寻找合适的骨髓移植机会，向长者吐露了实情，恳请他伸出援手。长者出于对孩子的同情，心生怜悯，帮他避开了警方的搜寻，还为他营造了溺亡的假象，向他提供了大批的抗生素与药品，以防止感染干扰手术进程，帮他改头换面，驾驶着自家的货车前往码头，安排偷渡到菲律宾暂避风头，等待手术日再返回。火灾处理中心接到了搜查官的电话，搜查官确认了徐仁惠与张泰山之间的联系，而此时徐仁惠正是林承佑的未婚妻。朴灾金恍然大悟，终于理解林承佑提及张泰山时的情绪都显得格外强烈。正在追捕的警员们在河岸发现了为张泰山准备的假死证据，警员通过对衣物破损以及痕迹的精密分析，一致判断衣物脱落时张泰山已经死亡。搜救行动也转向了下游，寻找张泰山的遗体。徐仁惠整日提心吊胆，极度担忧新闻中会传来张泰山的事，频繁查看手机上的新闻动态。那日新闻报道了张泰山的死亡消息，徐仁惠再次沉入绝望，他哭求医生想出解决之道，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医生也束手无策。失去女儿对徐仁惠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他已无法承受这重压，感到灵魂被掏空，倒地不起。就在他力竭之时，突然张泰山的来电打破了平静。原本他正前往码头的路上，市区的路标映入眼帘，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女儿的笑颜，
对女儿的深深思念难以抑制，决心在离开前再望女儿一眼。于是他改变了驾驶的方向，驶向市中心。他抵达了医院，正走出电梯，恰好目睹化疗完的女儿不出。他承受着化疗的副作用，正在呕吐，见到一心盼望的父亲，立刻展露出幸福的微笑。张泰山内心五味杂陈，却只能远远关照。女儿依靠在徐仁惠身边，缓缓被推回病房。他还秘密地向潜藏一旁的父亲挥手告别。见到女儿的张泰山难掩兴奋，而徐仁惠对此却浑然不觉。就在此刻，电话铃声响起，打来的正是张泰山。徐仁惠匆忙走出去接电话，得悉张泰山安然无恙，他的伤势也得到了妥善治理，这让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无法忍受如此惊心动魄，再次恳求张泰山投案自首，并向张泰山透露，她未来的丈夫是一位侦探，有能力保护她。然而徐仁惠并未意识到，正是她的未婚夫开枪伤了张泰山。若是文会长得知张泰山尚在人世，必定不会轻易罢休，甚至还可能在狱中对他不利。张泰山透露了自己的偷渡计划，准备前往菲律宾的打算。向徐仁惠坦白后，徐仁惠对张泰山依旧心存疑虑。他表示，即便自己将死，也必定要不惜一切，在临终前确保女儿获救。这一刻，徐仁惠的心态发生了转变，开始重新评价过去对张泰山的看法。然而徐仁惠的通话已被监控室窃听，张泰山的逃亡计划彻底曝光。更严重的是，尽管文会长已知张泰山死讯，徐仁惠的通话却早已被监控室监听。张泰山的偷渡行动暴露无遗，形势更加危急。文会长虽然确认张泰山已逝，但那记录罪行的相机尚未找到，因此他下令手下彻底调查张泰山的社交圈，终于得知了徐仁惠与女儿的存在。文会长亲自前往医院，与张泰山擦肩错过。他敲响了特护病房的门。就这样，张泰山尚存的消息不再是秘密。张泰山仍自在地前往码头，自认能够瞒天过海。不料检察官朴在京已集结人手，秘密筹划前去逮捕。为确保消息安全，朴在京收回了所有警官的手机，并未告知可能泄露秘密的林承佑。文会长亦在搜寻张泰山，得悉警方还在寻找张泰山的遗体，唯独朴在京领的警队下落不明。他立即明白了情况。朴在京他们晚上在码头发现了张泰山的行踪。张泰山登船隐匿在漆黑的船舱，万未曾料到朴在京率队突入了船舱，逃无可逃。张泰山只能投降，终被警方擒获。搜查官归还了队员的手机，林承佑最后才打通了队员电话，整队出动，唯独他被留下。林承佑感到不悦，这才知道队员们随古在京出行去抓那个张泰山，不愿错过行动。他急忙驾车赶往，押送张泰山途中，张泰山陷入深思，疑心是救助他的老人出卖了他。此时高速公路陷入严重拥堵，押送车队被迫更改路线，转向人车稀少的次要道路。但上路后，前方有车缓慢行驶阻路，搜查官想要超车，却见对面来了一辆大货车，不得不重新回到原车道。在他们未反应之前，货车货箱缓缓开启，一个黑衣人出现，他手持发射装置瞄准了他们。在交汇的瞬间，黑衣人向押送车发射催泪弹，接着又向另一车发射，两车因此失去控制相撞。不一会的车前后夹击，堵截了他们的去路。警员被从车内拉出，一个接一个被击倒，他们的手机也被踩毁，汽车的轮胎均遭严重破坏。张泰山试图乘乱逃脱，却被朴在京制服在旁。朴在京向那群人开枪示警，却遭到张泰山的猛烈撞击。接着自己也被击昏，一个黑衣男子紧勒张泰山颈部，直至他失去意识，然后把他带离了现场。朴在京苏醒过来后迅速追赶，记住了对方的车牌，正要请求支援，才发现手机已被摧毁，紧急借用了路人的汽车，孤身一人继续追击。林承佑不久也赶到现场，队员们试图掩饰自己的失职，将罪犯描述的不可思议。这时朴在京追上了绑架张泰山的车辆，但车内的人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他们在路边停下了车。朴在京只得驾车从旁边经过，当他调转车头时，那辆车已消失无踪。朴在京在三岔路口停下，他确信背后的黑手是文会长，开始沉思可能的下一步。最终他想到了文会长附近的一个工厂。此刻张泰山已落入困境，被带到了文会长面前，内心充满了恐慌。文会长一开口就索要相机，张泰山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杀害室友后未能从室友那里得到相机，那台相机可能是他生存的唯一希望。因此张泰山追问文会长为何要将他逼至绝境。他已经2次心甘情愿为文会长承担罪责，并未有过任何辜负他的行为。文会长却认为只能责怪他自己缺乏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勇气与决心，是个彻底的懦夫，争夺权位注定会被他人践踏的无能之辈，命令他立刻上交相机，这样才能让他死得体面一些。张泰山这次绝不屈服，也无法屈服。他清楚地知道文会长在未得到相机之前暂时不会对他下杀手，假称相机在自己手中，提议以相机交换自己的性命。文会长望着他，这个终于为自己争一线生机的手下，竟然感到了一丝基本的尊重，靠近他审视他背后的伤口。
注意到伤口处理的极为专业，显然有人在背后相助。翻找他背包中的药物，并发现了胃服丸的抗生素，这些是需要处方的药物，购买途径非常有限。于是他只是手下去追查那位治疗伤口的人，如此热心帮他的相机很可能就在那人手里。手下还建议捉拿徐仁惠母女来逼张泰山就范，文会长却展现了黑道大哥的气派，鄙视使用儿童作为威胁手段。毕竟他觉得张泰山这种人也不见得会在意孩子的生死。在外苦寻的苦三金最终追踪到这个工厂，他本想悄无声息的接近，结果却被文会长的手下发现，不得不采取暴力行动。没料到他竟然如此能打，仅凭几招就将2个手下打倒在地。不过短短3秒，却被另一手下悄然击晕。同时文会长在屋内也对张泰山动手，手下匆匆来报，跟踪而来的警探已被擒。面对现任检察官，文会长不敢轻举妄动，忙拨电话征询与他同流合污的赵议员意见，想要将警探安全送回。毕竟警探并未目睹文会长，然而赵议员却建议文会长利用此机暗中清除一直阻碍他们的警探。文会长下令将警探带至张泰山面前，并对张泰山提议，只需除掉这个追查他的检察官，他便能无后顾之忧，也无需再对张泰山下手。他会安排张泰山安全离国。张泰山接过文会长递来的武器，瞄准了朴载金，按下扳机后才知是没子弹的枪。文会长见计划进展顺利，准备亲自解决警探。张泰山急切喝止，声称如果这女人死了，那相机将永远成谜。被迫害的逃犯在敌人的引导下，将枪口对准了被绑的检察官，按下扳机才知道没子弹。文会长看着陷害张泰山的证据到手，已经准备亲自解决警探，却被张泰山以相机作为筹码，警告文会长他已洞悉一切虚假和他的不设防，洞悉了手枪其实无弹药。文会长怒不可遏，却将枪口指向张泰山。张泰山面不改色，淡定自若地声称，若自己遭遇不幸，定有人代为行动，将揭露文会长与赵议员秘密勾结的证据曝光于世。文会长一时难以判断真伪，他虽然怒气冲冲，却不敢贸然动手。张泰山只得被命令看守。在被拘禁期间，张泰山趁看守不警觉，突发猛攻。一场激战后，迅速制服2名看守，并从其中一人身上搜得车钥匙。其他看守听闻喧嚣，急忙前来增援，误以为张泰山已逃，纷纷追出。张泰山却潜入汽车，点火加速，冲破封锁朴栽金的墙壁，取回治疗伤口的背包，顺手解救朴栽金。在文会长察觉前，踩下油门飞驰而去。朴栽金不停手势，请求张泰山拆下其口上胶带。他已是唯一信赖张泰山的人，愿意向张泰山伸出援手，且明白张泰山逃亡是为救女儿的迫不得已。张泰山最终停车解除其束缚，尚未等朴栽金说话，张泰山自述伤势严重，轮换司机的必要性出现了。可是朴栽金一离开驾驶座，张泰山便抛下他，独自驾车逃离现场。他目前还在避免被捕，却未曾知朴栽金是上头密令安排，拥有过人的实力，足以推翻文会长与赵议员的势力，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因此失去了翻盘的绝佳时机。火灾逃出后，文会长极度紧张，原本计划立即逃离，但与赵议员共谋的计划即将在数日内实现，所以急忙叫手下制造不在场证明。朴栽金返回后，意识到文会长定有应对之策，并未急于逮捕他，因为他的真正目标是抓到背后的赵议员。林承佑找到朴栽金，追问原因，为何在秘密行动中将他排除在外。朴栽金当着面直言不讳，揭露林承佑、徐仁惠、张泰山3人关系，批评林承佑情绪用事，并透露张泰山实际上是被冤枉的。林承佑暂时不敢相信。张泰山已悄然返回城中，他回想起室友将相机赠予女友，原打算取回相机，但监控密布，他只得电话联系徐仁惠，次日见面，请求他协助前往百货商场取回相机。徐仁惠是他目前唯一信赖之人。这一系列事件都被长期秘密监控的朴栽金团队给监听到了。当晚，朴栽金开始密集策划第2日逮捕张泰山的行动，以防止文会长的人插手破坏，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不出所料，文会长通过警方的动向得知了他们的行动计划，打算再次劫持张泰山。第2天，商场内警察随处可见，清洁工和店员，甚至连玩偶熊都是卧底警察，每个通道和路口都有警力守护。朴栽金在监控室指挥全局，文会长的得力干将小金在远处暗中监视。徐仁惠最终抵达现场，在指定地点徘徊，意义不明的玩偶，警员误以为徐仁惠走错了地方，暗示他立刻离开此地。徐仁惠意识到情况紧急，立即奔跑，试图告知张泰山。这时张泰山已在商场中露面，朴栽金认为时机已到，发出逮捕指令。伪装的警员们迅速行动，迅速将张泰山按倒在地，却在摘下面具后发现此人并非张泰山。这时徐仁惠已跑到商场外，接到张泰山的来电，催他赶快返回医院。徐仁惠急忙搭乘出租车直奔医院，而实际上张泰山并未进入商场，不幸的是已被小金锁定。张泰山在人行道的交通灯前等待，小金悄悄接近，张泰山通过反光的车镜注意到了他，趁其不注意迅速推开，
拼尽全力飞奔，小金紧追在后。张泰山诱他入局，借着汽车启动的瞬间跳车逃逸，成功甩掉了小金。徐元慧返回医院，在走廊中行走，张泰山突然现身，迅速把他拉到一侧。徐元慧急忙将张泰山带到一个没人的安全地带，张泰山才揭露其真正离开的缘由，只是为了试探确认徐元慧的手机是否遭到监听。确认之后，张泰山准备告辞，突然记起忘了交给徐元慧女儿的礼物，他又返回医院，不巧遇到前来找徐元慧的林承佑，两人迎头撞上，徐元慧的未婚夫被拉住，他让自己的前任赶紧逃跑，林承佑试图追捕，徐元慧紧抱着他，急切的辩解张泰山是无辜的。张泰山抓住机会疾跑而去，林承佑无奈放弃，徐元慧依旧紧握着他的衣角，他简直难以置信，徐元慧竟然如此保护那个曾经无情离弃他们母女的张泰山。徐元慧明白自己的行为可能伤害了林承佑的情感，他坦白张泰山是女儿唯一的骨髓移植匹配者，他为了救女儿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信任张泰山。林承佑愈发悲伤，为何连自己这位未婚夫也无法获得信任？难道他会让那位唯一能救他女儿的骨髓捐赠者出现危险吗？文会长再一次未能捉到张泰山，对手下的无能大发雷霆，连一个小混混都搞不定，他决心从徐元慧母女下手。当日检察官找到了徐元慧，他明白唯一得到张泰山信任的就是徐元慧，他试图说服徐元慧让张泰山投案。徐元慧起初不肯承认与张泰山有往来，但朴哉金透露他知道张泰山被人陷害，逃亡只是为了救女儿而已，不愿意投案，也因为曾在看守所遭遇暗害，但这样一直在外逃亡，处处充满危险，难免会有意外。他向徐元慧保证，若张泰山投案，他会保证张泰山安全，确保其女儿顺利做移植手术。徐元慧最终同意，下次见张泰山时好言相劝。徐元慧正要离开，朴哉金又透露了个秘密，张泰山8年前因伤人被捕，是因为文会长威胁他徐元慧的生命，才甘心替文会长背黑锅。徐元慧这才明白过来，独自在走廊里泪流满面，回忆张泰山曾经的冷漠，他的决绝态度，心中痛苦万分。林成再次找到朴哉金，追问他为何未及时告知张泰山是仁惠女儿的造血干细胞捐赠者，那他哪怕再怎么不喜张泰山，也绝不会向他扣动扳机。火灾经营者指出，若是警方得知此事，便需向上级汇报，并申请特别处理。张泰山与徐元慧母女之间的联系将很快被文会长获悉，他们必然用徐元慧母女的生命来胁迫张泰山，这徐元慧母女还有生存之道吗？得悉文会长的暗中操作后，林承佑怒不可遏，竟直接前往文会长的办公室，直言不讳地警告文会长不要觊觎徐元慧母女，并部署自己的助理警官紧盯不放，严守徐元慧女儿的病房大门。接着深情地劝说徐元慧，请求他说服张泰山前来投案，承诺将全力守护张泰山安全。这一日，徐元慧在病房通过固定电话收到张泰山来电，徐元慧话音刚落，便劝张泰山向朴哉金自首。张泰山却提议下午3点再详谈，原以为只有徐元慧的手机遭监听，岂料连病房内的电话也被朴哉金部下窃听。为确保情报绝不外泄，朴哉金决定此次不召集警力，仅同熟悉的检察官一起行动，并安排一人尾随徐元慧。不料当天林承佑发现徐元慧不在医院，感到不寻常，便悄无声息地跟踪了上去。他们紧紧尾随徐元慧一同进入了地铁。火灾后，他们透过电话监听确定了目的地，在徐元慧预定下车的站点等待。检察官紧随其后下了车。出乎意料的是，徐元慧在地铁门即将关闭时快速回到了车厢内，成功摆脱了检察官的跟踪。其实这是他之前与张泰山见面时已经策划好的计划，但他没有意识到林承佑也在追踪他。徐元慧到达了张泰山室友的女友工作的店铺，意图取回相机，未曾想到由于室友的离世，女友已将相机转赠他人。他立即联系上了相机的新主人，向徐元慧提供了一个地址，叫他晚上去取相机。徐元慧刚走出门便乘车离开了。林承佑紧接着冲进店内，询问徐元慧此行的目的。徐元慧向朋友借得一辆车，开车前往约定地点接上张泰山。随后他们驱车前往一个无人之地，徐元慧向张泰山袒露了自己的所知，责问张泰山当初为何如此鲁莽。在此时此刻，徐元慧觉得自己这8年的委屈在张泰山面前已经微不足道。当晚，徐元慧把张泰山送到了取相机的地方，约定取得相机后再与张泰山联系，成功联系到相机的当前持有者，最终取回了存有关键证据的相机。这位逃犯欣喜若狂地握着能决定自己命运的相机，正准备离开，不料事与愿违，意外发生了。小金悄无声息地从后面突袭，一拳猛击张泰山的后背，张泰山拼力反击，经过几个回合仍旧不敌小金，再次被击倒在地。小金紧接着压制张泰山，搜身并找到了他刚获得的相机。一旦拿到相机，小金毫不留情地加大了力度，打算立刻结束张泰山的命。张泰山的脖子被扼住，毫无反抗之力，濒临窒息。紧急时刻，徐元慧及时赶到，毫不犹豫地拿起路标牌猛击小金。小金轻松地将徐元慧摔倒，
拾起地上的相机，徐仁慧挣扎着试图夺回相机，却被小金强行制服。倒地的张泰山渐渐恢复了力气，一口气冲上前飞踢小金，踢中小金的身体。面对强大的实力差距，意外的反击仅仅激怒了对手，张泰山再一次被打倒。小金残忍地用脚碾压张泰山的喉咙，徐仁慧急忙拉扯小金，但似乎毫无效果。关键时刻，林承佑驾车及时赶到，小金见状急忙逃窜。徐仁慧将车钥匙交给张泰山，林承佑迅速下车，三人暂时停下相互对视。此时远处传来日益临近的警报声，林承佑这次选择了放张泰山一条生路。张泰山接过钥匙急忙逃走，林承佑也带着徐仁慧迅速驶离现场。张泰山启动车辆，惊险地避开了危机，但他始终困惑不解，为何自己的行动总被人追踪？深陷思考之时，小金突然出现在前方道路上，张泰山急忙倒车成功摆脱小金。小金目送张泰山离去，嘴角露出狡黠的笑。文会长最终取得了摄像机，下令小金继续追捕张泰山，彻底清除这个潜在威胁。随后联系技术专家，成功破解了视频中的秘密内容。视频清晰记录了他与赵议员关于即将举行的慈善拍卖活动的秘密策划，画面记录得一目了然。文会长自豪地感慨自己未被世界遗忘。接着，文会长携带找回的摄像机去见赵议员，将摄像机交于他手。赵议员亲自摧毁了存储卡。这次失败让张泰山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文会长，因此他拜访了检察官朴哉金，希望与之联手抗敌。尽管失去了摄像机这一关键证物，但朴哉金并未对他失去信心，甚至帮他改头换面，并安排他住进了自家。显然张泰山并非一无所获，他连夜潜回当铺，发现了一些伪造文件，这些都是陷害自己的证据，并且还绘制了经常对他穷追不舍的小金的肖像。相机虽失，他们决心先从小金下手。为此，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以张泰山为诱饵的行动，旨在捕获小金。行动前，朴哉金已与林承佑取得联系，随后召集小队其他成员共进晚餐。他故坐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听了一通声称是张泰山的紧迫电话，借故走向走廊，大声泄露张泰山将独自向他投案的消息，深知小队中有内鬼，内奸果然上当。这一幕都落入了事前安排的搜查官之目，记录在案。到了预定时间，张泰山骑车抵达了指定位置，与朴哉金见面。他们尚未交谈，楼上的小金再次掏枪瞄准了张泰山，连开2枪，张泰山应声倒地。埋伏的搜查官听见声响，立刻出击。小金跑到屋顶，借助无人机处理掉刚刚使用的枪械。他认为一切尽在掌控，准备从容离去，正要推开楼梯间门，枪口直指他。2位搜查官向他射出数枚麻醉针，小金倒在地上。张泰山当然毫发无损，因为他已经穿戴了全身防弹装备。这位急急忙忙赶来的警员见到倒地不动的逃犯，忧心忡忡大声呼唤。然而张泰山听到喊声，立刻睁开双眼，迅速跳起，骑上摩托车飞驰而去。林承佑也匆忙启车追赶，他紧追不舍，直至一个废旧仓库。张泰山急忙找地方躲藏。林承佑一踏入仓库，便接到了朴哉金检察官的来电。朴哉金叮嘱他不要逮捕张泰山，林承佑心中只是担忧张泰山是否受了枪伤。朴哉金这时才向他说明，张泰山其实并未受伤，那些伤痕全都是假象。林承佑在仓库内高声喊叫，召唤张泰山现身。他只愿亲眼确认张泰山安然无恙，因为他真心爱着徐仁慧，希望张泰山能平安无事，完成对徐仁慧女儿的骨髓捐献。张泰山终于放心地不出藏身之地。小金被朴哉金带回检察院，但审讯并不顺利，小金始终保持沉默，他的身份资料似乎毫无痕迹，查无所获。一位律师出示了相关证明，才揭露了小金的法籍身份。尽管朴哉金当场抓获了小金，但缺乏直接证据证实小金有暴行，现场并无他使用的作案工具的指纹，同样行凶对象也无迹可寻。法国领事馆的电话施压使情况更复杂，朴哉金无计可施，只得无奈释放了费尽心机抓到的小金。行事冲动的林承佑再度闯入文会长的办公室，紧抓住他的衣领，似乎2人之间曾有过某种约定，但文会长显然没有遵守。上一次林承佑冲进文会长办公室时，文会长已经说服了林承佑，他向林承佑承诺，一旦取得相机便放行张泰山，确保张泰山平安为徐仁慧的女儿实施骨髓移植。林承佑在尾随徐仁慧后，得知了张泰山取相机的具体位置，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文会长。不曾料到文会长违背了承诺，依旧对张泰山穷追猛打。林承佑怒不可遏，作为警官却落入圈套，干出了不体面的事，他无法公开揭露，失意地回到家中，向张泰山坦白计划告吹。张泰山也感到哭笑不得，难道就这样束手无策吗？看来不得不铤而走险，启动他们前一晚计划的备选方案。凭借对文会长的认识，张泰山确信对方也会防备，照与相机中内容的备份肯定存在某处。张泰山知晓文会长家中藏有密室，决心潜入取回相机资料，只需朴哉金能设法牵制文会长即可。于是朴哉金按照张泰山的线索着手调查，通过审听录音发现
文会长在那位小粉丝遭害当天曾到访自己的住所，但手头的证据还不足以令文会长被带回询问。搜查官决定在街上细查，寻找可能性，或许能找到捕捉到文会长路过的商家、监控视频及车载记录器的影像。在调查过程中，恰巧碰上了同样在调查的林成佑。林成佑将自己新发现的行车记录仪的资料分享给了众人，仔细研究后，最终锁定了文会长案发当日车辆停放在小迷妹家门前的画面。张泰山在这期间重新联系到了住他的老韩，因为老韩曾是文会长府邸的主人，对那里的布局了如指掌，也渴望能够推翻文会长。朴在京达到紧急逮捕文会长的条件，随即领队突袭文会长的办公室，并将他带往检察院。朴在京随后对文会长进行审讯，狡猾的文会长不会轻易认错，即便确凿证据摆在前，也全力否认。当晚在老韩的辅助下，张泰山规避了监控，快速翻越进入文会长的庭院，潜入了内室，切断了安保系统，依靠老韩的专家指导，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文会长住宅的大门。当他步入客厅时，文会长意外地站在那里，似乎是特意在等待他的到来。张泰山完全惊呆了，原来在检察院期间，赵议员已经找到检察长，为文会长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声称自己当时与文会长一同对那座院子的环境赞不绝口，进入欣赏了一番。而火灾金正在向其部长汇报情况，检察长就放行了文会长。火灾金得知文会长释放的消息，但为时已晚，他急于通知张泰山立即撤退，却发现电话无法接通，自己的车也被堵在停车位上，匆忙赶到路边，眼前停着一辆出租车，他刚坐进车内，却被司机告知汽车出了故障，困在路中央。而此刻张泰山已遭小金擒住，文会长为他设计了一个自毁的陷阱，小金用药物使张泰山失去意识。在外焦急等待的老韩见张泰山迟迟不出，感到不安，决定自己进去查看情况。这时张泰山已被小金塞进一个袋子，并且转移到了车辆的后备箱内。老韩恰好目睹了这一切，在经过时假意向小金提出建议，悄悄在后备箱放置了追踪装置。老韩利用追踪器定位到了张泰山，张泰山被带到一座建筑物内，小金将他带至顶楼，解开了绑在张泰山身上的绳索，准备将他从楼顶抛下。张泰山苏醒，开始反抗，尽管如此，还是被逼到了楼边。就在他即将支撑不住之际，老韩及时赶到现场，望着小金的背影，高喊了一个名字。小金出乎意料地停住了动作，张泰山抓住机会挣脱了小金的控制，他与老韩迅速逃离了现场。冷酷无情、只听从命令的小金，在他的世界观里，只有老板的指令才是唯一真理。但当被呼唤的老人高喊出那个名字，这位冷血的执行者出奇地迟疑了。张泰山抓住这瞬间的机会，挣脱了束缚，携带老人迅速离开了事发地点。检察官朴哉终于抵达文会长的住所，对张泰山已逃逸毫无所知，急切等待。猛敲大门却杳无音信，生命攸关，无暇深思，选择悄然翻越围墙，正中文会长预设的圈套。私闯民宅的情形被一举捕获，并以此胁迫朴哉要他束手就擒。朴哉置身进退两难之境，张泰山的电话及时拨入，朴哉经这才得悉张泰山已安全脱困，随即折回离开。小金又一次犯错，使文会长怒不可遏，一阵拳打脚踢向他发泄。朴哉经感到张泰山接连遭遇危机，自认责任重大，回想自己曾经逃脱绑架，若非执意要逮捕文会长以及背后的赵议员，暂时忽略文会长，张泰山或许不会陷入如此境地，遂直接前往赵议员那里，近乎哀求的请求赵议员释放张泰山的女儿，仅仅是张泰山的女儿，所有的事情等3天之后，待张泰山为女儿完成了骨髓移植再商讨。赵议员表明自己从未意图伤害他人，也并不知晓张泰山为女儿进行骨髓移植的计划，但人皆有自己的处事方式，若有误伤发生，只能归咎于当事人过于脆弱，命运各异，一切皆是宿命安排。依旧气势汹汹地对朴哉金说：“你绝对抓不住我。”一个身为现职检察官的他，竟然卑躬屈膝向罪犯求情，还要静听罪犯诉说其人生观，那是一种怎样的失望与无奈。翌日，朴哉金因非法闯入民宅的证据确凿，被迫接受上级的停职处分。当他们束手无策之际，文会长再度伸出恶手，指使他人绑架，向张泰山发去徐仁惠的影像，强迫他前往预设地点。张泰山别无选择，只得遵从。但在出发前，将徐仁惠被拘束的视频发至朴哉金，朴哉金立刻分析起视频内容，从徐仁惠的眼神中得出了结论，他被关押在市区某家摄影馆。朴哉金急忙将此告知林成佑，林成佑急速赶往摄影馆方向。张泰山抵达了指定地点，接到了一个电话，命令他坐进眼前的车辆，根据导航指示前往下一站，并且此次通话不得挂断。张泰山在视频监控下乖乖驾车前往目标地点。在路途中，他越来越觉得事有蹊跷，这次事件中文会长为何销声匿迹，他此刻又在何处？心生疑窦，张泰山不禁感到后怕，果断调转车头。果不其然，文会长并未闲着，此刻正值守在病房的助理警员已被派去寻找徐仁惠。
文会长令人假借送暖之名，将医院工作人员一一用奶茶迷倒。他踱步进入病房，佯装将要带徐仁惠的女儿秀珍去和他爸爸相见。秀珍在途中回想起悄悄用妈妈的手机给爸爸打过的电话，爸爸叮咛他除了妈妈之外，不要跟其他任何人离开的话语。秀珍故作失落自己的鞋子，文会长帮他找鞋的当口，他迅速奔向电梯，返回病房藏进了小书柜。文会长在病房搜寻良久，却没找到秀珍。正在此时，张泰山及时赶至，文会长一见情况不妙，立即藏身，趁张泰山通话之际匆忙逃走。朴哉金一抵达了医院，张泰山将女儿托付给朴哉金，自己追击文会长。张泰山紧追不舍，最终在房顶将文会长逼至角落。对于女儿遭遇的事，绝不能容忍。张泰山的愤怒达到顶点，他向文会长展开猛烈的攻击，让文会长无力反击。张泰山将其紧逼至楼顶栏杆，他有机会直接解决文会长，但他重新冷静下来，不愿因此让女儿感到羞耻，严正警告文会长，他决心帮助朴哉金依法将其制裁，然后离开了现场。与此同时，林承佑已抵达照相馆，迅速处理掉了守门的2名看守，成功救出了被困人员。张泰山最终坦然与女儿团聚，女儿每个字每个句都深刻表达了对他的深深思念和爱意。张泰山心中既触动又自责，不禁流出了安慰的泪水。然而文会长尚未受到法律制裁，他们不能有丝毫懈怠。张泰山取出秘密存放在典当行的录音设备，记录了文会长手下透露杀害小迷妹细节的对话。朴哉金却指出，这些证据还不足以定文会长的罪。张泰山却表示他已有所打算。这位外表正直仁爱，实则贪腐的高官，日常简朴，居住在不起眼的普通社区，其住所内部却别有洞天。经过前方的朴实房间，开启一扇门，便是豪华深宅的内部世界，家中还有佣人服侍。赵议员一旦回到家，卸下日常的善良面具，开始享受奢侈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与文会长勾结多年换来的。文会长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在一宗即将到来的大交易中，希望分得更多的好处，因此两人关系开始生变。张泰山也启动了自己的策略，他拨打电话给文会长，播放了黄大俊泄露文会长谋杀小迷妹的录音，让他亲耳听见。狡猾的文会长清楚张泰山的分化离间意图，尽管如此，对黄大俊的失言感到愤怒。张泰山再次给黄大俊打了个电话，声称黄大俊并未亲手害死小迷妹，却即将替文会长承担罪责，面临牢狱之灾，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不久后，文会长将黄大俊召见，却未透露半点信息。张泰山将黄大俊的情报泄露给了文会长，并播放了文会长谋害小迷妹的那段录音给黄大俊听。这是一种笑里藏刀的策略，试图探测黄大俊的忠心。黄大俊对张泰山联系自己的事保持沉默，张泰山不放弃，又找到了黄大俊，将录音交给他亲耳聆听，并透露给他文会长早已知晓这段录音的存在。黄大俊回想起来，文会长得知后并未斥责他，反而是满面笑容地迎接他，这使得黄大俊心生恐慌。张泰山再次接触文会长，明确告诉文会长，凶刀正是黄大俊过去的随身防身工具，并告诉黄大俊警方正加紧调查，关于刀具归属的证据即将浮出水面。他相信真相很快会大白，届时便能看出黄大俊是否会将文会长出卖。在这紧要关头，只得设法将罪责推到黄大俊身上，随即给黄大俊的手下拨了电话，同时召唤黄大俊前来，伪善地对他表示安慰，告诉他自己清楚张泰山意在离间，声称已经为黄大俊找到了替罪羊，正是他的那位手下，让黄大俊将刀鞘转交给那位小弟手中，这样一切就可以圆满解决了。正当黄大俊前往目的地时，行进间张泰山突然出现在他的车内，向黄大俊透露，你手下的人已经和文会长勾结，他们提前通知了警察，正等着你自己跳入圈套呢。黄大俊起初不肯置信，但内心仍不敢掉以轻心。抵达地点后，便给手下打了电话，称有急事无法前往。果不其然，目睹手下四周警察埋伏，黄大俊彻底陷入了惊慌。他早就预感自己终会被背叛，因此早有准备。那天文会长杀害小迷妹，留给他处理的那件血迹斑斑的衣物，他早已秘密藏匿。他取出那件血衣，毅然决然地将其送至警局前，同时告知林承佑，警方成功捉拿文会长。此时他立刻前往自首，并提供情报，拥有着关键的证物。朴哉金迅速带队前往逮捕文会长。然而当他们突击文会长住处时，文会长已经人去楼空。此刻他已抵达赵议员的住所，赵议员在了解完整情况后，清晰认识到抛弃文会长的必要，假意对文会长的分赃请求表示同意，并策划了其逃亡路线，成功欺骗了文会长，将款项账户转移到自己人林市长名下。实际上林市长早已与赵议员密谋合作。得知文会长逃逸的消息，张泰山坐卧不安，他深知文会长的报复性格，女儿的手术仅剩2天便将进行，届时文会长定会来寻仇报复，因此他征询了医生的意见，决定提前1天进行手术。可是这一计划被那个叛徒警员得知了，他将这个关键消息告诉了文会长。手术当日有2间手术室，
张泰山可能在其中一个手术。文会长决心带着小金一起去，想要亲自对付那个让他落马的张泰山，这个让他失势的对手。当天，文会长和小金伪装成工作人员，悄然潜入了手术室。文会长掏出早已准备的刀子，猛刺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个人，却发现中了圈套。小金潜入了另一间手术室，只见手术台上躺的是老韩。老韩见到小金进来，站起身来跟他讲起童年的往事。小金开始回忆起儿时的记忆，眼前这人竟是他亲生父亲。在手术室中父子相认，原来那个叛徒警官早被发现，为了补偿过错，协助张泰山上演了这出戏，诱使文会长现身。伏击的警察们迅速赶来，破门而入手术室，文会长又一次消失不见。他们赶至隔壁手术室，从小金处获知文会长的逃逸路线是向车库，但警员们尚未赶到，文会长已驾车逃离。张泰山一直在医院门外等消息，目睹货车中的人正是文会长，他迅速靠近并跳进了货柜。货车驶向一废弃停车场，文会长正准备换车逃跑，张泰山赶来猛力打破车窗，将犯人从车内拽了出来。一场激烈的打斗后，张泰山将文会长压制在车前盖上，毫不留情地宣泄着怒火。接着他将文会长捆绑起来。捆绑完毕，张泰山外出寻求支援，文会长开始剧烈的挣扎，地上捡到一个打火机，试图用打火机烧断绳索，未料引燃了旁边泄漏的汽油。正当警员赶到现场时，一声巨响爆炸发生。次日，赵议员主办慈善拍卖，与林市长联手，成功竞拍了所需的所有珍品，巨额资金按时汇入。赵议员以为能够平安离开，但火势已在机场等待了结。赵议员准备潜逃，他们已经揭露了真相。赵议员借慈善拍卖之机，将拍得的海外藏品中私运了大批有害物质。张泰山为女儿成功完成了骨髓移植，在法庭上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文会长因爆炸毁容，失去了视力，开始在监狱中度过漫长岁月。数月之后，秀珍终于康复出院了。张泰山带着母女俩尽情的在外狂欢，享受着与家人相聚的美好时光，弥补了多年的相别之苦。自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那位不幸的林承佑，4年来照料着徐仁惠和他的女儿。知晓张泰山当年的决绝，原是为了徐仁惠的安全，他决定孤身一人离去。或许真正伟大的爱是无私的放手。尽管剧中他们未能携手共老，但现实之中弥合了彼此的遗